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降压药啊。降压药呢，我们主要指的就是说治疗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药物，统称为降压药啊。当然，首先说到高血压呢，其实它是一个现象啊，是我们血压是我们人体的生命体征啊最重要的其中一个。那么你的血压如果说一个人是吧，他连血压都有问题了，那么肯定是，这个要重视，对吧？那么当某些严重的疾病的时候，他可能血压会非常高，或者血压会非常低，所以我们把它叫做 vital signs 啊，就是这种生命体征。这个高血压呢，我们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原发性高血压primary 这个 hypertension。另外一类呢叫做继发性高血压secondary hypertension。那么这两类高血压病，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原发性高血压，我们只能发现它是有高血压的现象但是没有找到这个高血压的原因。而继发性高血压呢，我们是知道它有高血压的现象，但是呢也会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导致它高血压的原因。比如说这个我们肾上腺如果长了一个叫做氏铬细胞瘤这么一个良性肿瘤的话，那么它呢会持续分泌这种儿茶酚胺类物质比如说肾上腺素这类物质，那么就相当于你的体内长了一个这个瘤子，它随时都在给你注射肾上腺素大家知道肾上腺素我们是干什么用的呢？主要都是用于抢救，是吧？低血压的时候打肾上腺素，它的血压马上就能上来但如果你的体内一直在给你有这种肾上腺素的供应，那你血压一定会居高不下那么这个瘤子本身呢，就是导致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直接原因这个叫做继发性高血压。那么继发性高血压我们一般来讲治疗就比较明确了你把这个原因导致高血压的病因去除以后它的高血压基本就会得到非常明确的缓解那么比如说其他还有一些原因是吧？比如说肾动脉狭窄这也是导致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那么今天我们聊的呢，主要其实大部分的高血压病还是在原发性高血压这一大类我们这8类降压药呢当然你不分它是原发还是继发都有效但是呢其实在临床上使用的时候，大部分还是针对的是原发性高血压为什么我写了一个 ABCDV 呢这5个字母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总结我也愿意在这儿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如果你把这几个字母记住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些好像要是死记硬背比较困难的这几种药非常简单的轻松的就能给记住那么我们下面呢就详细来看一下这些高血压的相关的一些知识这一章呢我们先说hypertension 是高血压，它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其实虽然这个病已经不算是一个新的一个什么疾病了，是吧？也不是说新出现的或者新发现的这个高血压这个病其实已经出现很多年了临床上诊断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它的诊断标准大家看，其实我这儿列出2个来咱们一般现在来讲呢，可能很多的教科书上呢用的是左边这个美国心脏病协会的标准这么多年呢，反正它可能每年或者每一段时间吧就会有更新这是目前比较新的25年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认为绿色正常的这个 normal收缩压呢要小于120毫米汞柱舒张压呢要小于80毫米汞柱，这就是目前美国心脏病协会 AHA 他认为的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血压标准大家知道这个标准是这些年修订之后的之前呢比这个要高之前应该是140-90现在已经降到了180也就是说过去你可能135这个87这都算正常血压，但是现在呢就不算了标准放得更严格了
你只有低于180，你才能说你的血压是一个正常血压标准啊。当然不能太低啊，太低低于90、60那就成低血压了啊。所以只能说在这个之间是正常血压。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这个黄色的这个elevated， 就是说这种血压呢，我们一般翻译成为叫做高血压前期啊。就是血压升高了，但是还不构成诊断高血压的这个地步啊。那么它的收缩压呢是120到129，同时呢舒张压呢也不能超过80啊。那么这个如果是这个范围，我们叫做高血压前期啊，或者叫做血压升高啊，但是不能诊断为高血压病。到第三个这个橙色的部分，我们就已经是叫什么 high blood pressure 或者叫 hypertension stage 1，就是1期高血压。那么它的收缩压已经到130到139，或者舒张压是80到89。它的意思是说，只要两者之一符合标准，那就是1期高血压啊。你比如说你的收缩压是135，舒张压呢是这个70啊，那你也符合它的标准。或者说你的收缩压可能是125，但是你的舒张压是85啊，那么符合其中这个舒张压的标准，那也可以啊。第四个这个算是红色那么我们看这个是高血压2期啊，它的收缩压呢是大于140或者等于140那么或者这个舒张压呢是大于等于90这个其实就是说高血压2期就是我们过去可能10年前这个我们诊断高血压的标准就是140和90两者符合一个这就够了。再有最后这个深红色的叫做高血压危象大家看下边就是你要马上联系医生那么什么意思？叫高血压危象？血压太高了收缩压超过180或舒张压超过120。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就够了收缩压比如说185，或者是舒张压121这就已经达到高血压危象的诊断标准了。这个呢就是目前美国心脏病协会的一个高血压诊断标准，它分期分的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其实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也有一个高血压的诊断标准这个就是非常简单好记了140、90。那么同样也是说有一个大于等于140、90就符合标准那么这个目前其实从 NCLEX 考试呢，目前还是按照 WHO 这个标准来进行的，但是不排除将来有可能它没准按照 AHA 的这个标准来判断它的题的正确性所以大家最好这两个都知道那么下边我们详细讲一讲血压怎么测量因为大家现在其实很多家庭里都有血压计但是我们的血压计有你用的对不对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种细节那么你看这张图这个是叫克利夫兰诊所它的一张图画的非常好这就是一个标准的测量血压的姿势首先我们说这个人你看他是直立的坐在一个凳子上同时呢两条腿不能交叉，不能翘二郎腿那么你的胳膊呢要放在一个桌子上休息的状态你不能说紧绷着用着劲儿那就不行一定是放松的状态放在桌子上。那么同时呢，你看它这个袖带绑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绑在了左侧的这个上臂要和什么呢？要和你的这个心脏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水平面上。也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胳膊抬得特别高，比如说我举起来，或者说下垂的非常低那都不行。这个袖带的位置就要和咱们的心脏水平是一个位置在一个平面上咱们指的是水平面这个再有呢，你看它这个表它这个阅读的这一部分就放在桌子上它的手可以操控，这都非常方便，对吧？那么这就是一些测量血压的要点这张图画的就非常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给患者测血压的话，你最好让患者在这种姿势去测量会比较准。那么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第一个时间，我们什么时候测血压好
按照过去来讲，其实我们认为是早晨起来啊，就是还没起床活动的时候啊，就是醒了，然后直接在床上躺着就测啊，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一个测量血压的一个时间啊。那么当然你说我是不是上午或者下午就不能测了？那倒没那么严格啊。当然咱们就说凡事它有一个最好的那么一个点啊。第二个呢就是部位啊，我们测量的部位大家知道啊，测血压我们一般都是在这种上臂啊来测量，就是说这个袖带的位置我们都绑在这个胳膊啊，就是上段这一块啊。那么有些时候呢，你像家用的这个血压计，咱们都知道，为了方便啊，便于操作，都放在什么手腕，对吧？这个袖带它不就是其实就是扣在这个手腕上，然后拿那个一粘，是吧？尼龙拉锁啪一粘，直接就测，非常方便啊，也基本上误差应该不太大。但是呢，比如说你要放在手腕上，那你手腕的这个位置就要和心脏保持同一个水平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大腿啊，大腿其实也是可以测的。啊，第四个脚踝也可以测啊。为什么说那怎么还要测大腿和脚踝呢？一个是有的时候你袖带不太合适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小孩儿，或者说一个非常瘦的人啊，就是虽然是成人，但是他非常非常瘦啊，可能由于某些疾病引起的啊，厌食症啊或者营养不良啊，非常瘦啊，你那个成人的袖带他在胳膊上缠好几圈儿。啊，那肯定会不准啊，那你有可能要在他的大腿上测。另外，有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病人他本身有肢体就是这种缺乳的状态啊，就是比如说由于什么疾病或者由于什么外伤导致他这个肢体缺失啊，没有上臂，没有手腕，是吧？他只有腿啊，他双上肢都已经由于外伤或者什么原因都没了嘛。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可能只能去测量下肢，是吧？那万一这个病人四肢都没有怎么办？是吧？这个有的时候你要一问说，那有的人真的是啊，那很可悲啊，四肢都没了，那你怎么测量他的血压呀？啊，我们其实还可以采取最后一个叫做动脉内啊，动脉啊，咱们的血压其实就是动脉里边的这个压力，对吧？血压就是测的动脉的压力。那么你可以拿一个穿刺针啊，特殊的针穿到动脉里边啊，它有这种。外边接一个感应装置，它有感受器的啊，就直接可以在那个监护仪上就能读数啊。或者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大手术啊，你需要随时监测它的血压啊，我们不可能这做大手术的时候老拿一袖带去量啊，对吧？所以呢，一般就会怎么样，在手腕这块直接做一个桡动脉穿刺啊，这个针就在里边留着啊，直到你手术结束回到 ICU，有可能还要用那么1天左右，啊，这个就随时可以监测你动脉内的血压了啊，而且直接读数的啊，那就非常的精准而且快速啊。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呀？袖带这个松紧度啊，袖带如果太松或者太紧都不准啊。一般来讲，我们说要太松的话，你可能要打气打得很多，它才能感受到压力，所以这种测出来误差值一般会就是比实际血压要高啊。如果你那个袖带绑得太紧，啊，你稍微打点气它就紧了，那么这个时候它测出的值呢，实际上有可能比正常的血压值它要偏低一点啊。也就是说，这个袖带咱们要绑得松紧合适。当然，你说再细节一点，你在绑袖带之前一定要把里面的气要放干净啊，别太说图省事儿啊，或者不太注意这些细节，是吧？你第一次可能测的觉得不太正常啊，或者没测出来、没听见什么这些。然后你这个袖带里边空气没有放干净，然后直接留着点气儿，然后继续测，这个它一定会有误差啊。所以如果你第一次没有测得特别满意的话，还需要重复测，那么要把这个袖带里边空气排干净再测啊。第四个就是别说话、别吃东西、别吸烟、别喝咖啡，是吧？不要憋尿，这些都可能影响病人的血压读数的哈。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看血压它是怎么测的啊？其实袖带。大家看最左下角这个图哈，就是当你袖带压力，我们都知道怎么测血压是吧？先得把它这个压力打得特别高，然后慢慢放气，然后里边慢慢这种压力会下降。当你听到第一个声音的时候，这就是收缩压 SBP， 第二个声音就是舒张压 DBP， 对吧？这个我们看这左下角这第一个图哈，
那么就是这一个图，这一个图大家看哈，这就是什么 ？No blood flow, no Korolkov sound， 就是当你这个彻底的把这个袖带打足了气哈，袖带打足了气，然后它这个血管已经被压瘪了，这个时候也没有血流，也没有声音啊。那么然后咱们知道要慢慢放气，就是这个压力会逐渐下降，那么血管慢慢它就会扩张出来。当你听到第一声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血流刚刚开始通过的时候，这是它的收缩压啊，就血流刚刚开始通过的时候，这里边是压力相对最大的时候啊，这就是它的收缩压 SPP。那么当你继续把这个袖带的空气往外排到最后，听到最后一声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血管完全开放了，那么就是听到最后一声，这也就是最低的一个压力啊，这就是舒张压啊。所以简单讲呢，其实它的道理就在这儿哈。下边哈，我们说说今天这个主题啊，就是降压药。降压药我刚才封面啊，第一张这个 PowerPoint 的这个 slide 就已经说了啊 ，A B C D V 啊，5个字母啊。那为什么8类？因为第一个 A 啊，大家看 A 打头的有哪个？第一个就是什么 ACE inhibitors 啊，它当然它的全称叫做什么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啊，有的时候也缩写成叫 ACEI 啊，不同的习惯。有时候叫 ACE inhibitors， 有时候叫 ACEI 啊。那么它药物的后缀一般都是什么呢 ？Pril 啊 ，PRIL。大家看啊，这后边都是这个 Pril 对吧 ？Pril 都是 Pril 啊，这就是它的后缀。那么 ACEI 啊，比如说咱们说常用的卡托普利呀、伊那普利呀，什么这些啊。那么第二大类还是 A 打头啊，什么 ARB 啊 ，ARB 是什么呢？叫做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啊，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刚才那个呢是阻止了，就是刚才第一个那 ACEI 呢，它是阻止了血管紧张素1转化到血管紧张素2这个过程。那么这个 ARB 呢，它是阻断了血管紧张素2和这个受体之间的这个结合的过程啊，所以实际上这两个都是导致什么呢？血管紧张素它这个效果发挥不出来了啊。那么 ARB 它的后缀一般是什么呢？就是 sartan 啊，大家看这个啊 ，telmisartan 是吧 ？olmesartan 这个最常用的洛沙塔啊 ，losartan 是吧？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sartan 啊，这就是它的后缀。所以大家看到 sartan， 基本上就要往 ARB 这儿想啊，知道首先是个降压药，第二呢，它是和血管紧张素受体啊有关的。第三个 A 是什么呢？第三个 A 啊 ，alpha blockers 就是咱们这上第7行啊，叫 alpha blockers。alpha blockers 是阻断的 alpha 受体啊 ，alpha 受体在咱们血管上主要是一激动以后呢会收缩血管，那么它一阻滞了，自然血管就会扩张。那么比如说这些药啊 ，Prazosin 这可能是目前用的比较多的。那么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叫也是 A 啊，你要说起来能把这个也加上，那么就是4个 A 了啊，4个 A。那么4个 A 这个叫做什么？中枢 Alpha 2啊，这个 agonist Alpha 2激动剂啊，这个在哪儿？其实它在脑干啊，这个受体在脑干，它这儿受到激动以后，血压会下降。那么其中最出名的一个药就是这个 clonidine。啊，可乐定啊，这是最著名的一个 alpha 2激动剂啊，所以 A 呢，实际上咱们是4个啊，4大类啊，4大类。那么然后我们说 B 哈 ，B 就比较简单了 ，beta blockers 啊，这第4项 beta blockers。beta blockers 它的后缀大家看都有个什么 law 啊 ，LOL。啊，当然有的时候前面为了发音，其实还有一个 O 啊，但这是个连接的原因，所以后缀我们一般说，只要见到 LOL 啊，各种 law 就都是 beta blocker 啊。那么比如说比较著名的啊，阿替洛尔、美托洛尔啊这些，普奈洛尔啊，这都是比较常用的。然后 C 是什么呢？最著名的 C 就是第3类哈，钙通道阻滞剂。
或者叫做钙拮抗剂啊，简称 CCB 啊 CCB。那么它的后缀一般是什么呢？dipine 啊 dipine DIPINE 啊，这是最多的一个后缀。当然有特殊性有特殊性，比如说这个 verapamil 啊维拉帕米 diltiazem 啊地尔硫卓啊，刚才那些dipine各种dipine啊，我们中文翻译成叫地平啊，氨氯地平啊，非氯地平啊，尼莫地平、尼非地平啊这些。所以钙通道阻滞剂啊，大家要记住啊，有个 dipine 的后缀啊，还有什么维拉帕米和地尔硫卓啊，这都是钙通道阻滞剂。是说完 A、B、C， 我们下面说 D 啊 ，D 是什么呢 ？diuretics 利尿剂啊 ，diuretics。但是 diuretics 其实咱们里边还可以细分为3类啊，3小类。第一类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氢氯噻嗪啊 ，hydrochlorothiazide 氢氯噻嗪，它是一个排钾利尿剂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什么呢？保钾利尿剂啊 ，spironolactone 啊 ，spironolactone 它是保钾利尿剂，也就是说你用完它，尿虽然出去了，但是你体内的钾留住了。刚才这个 hydrochlorothiazide 呢，是尿也排出去了啊，钾也排出去了，其实它的钠也排出去了，所以用这个药有可能会导致什么呢？低钠低钾。而用 spironolactone 呢，会出现什么呢？高钾血症啊，高钾血症。那么最后一类哈 furosemide 啊，这个叫做泮利尿剂啊，泮利尿剂 loop diuretics， 我们中文叫做氟塞米啊 furosemide， 有时候也翻译成速尿啊。那么这3类药比起来，哪个药效果最强呢？就是这第3类啊，泮利尿剂，它的效果是最强啊，用完之后很快就会出大量的尿啊，一般都是用于比较重的情况下，比如说水肿非常重啊。或者说由于各种情况导致肾功能出问题了，你尿不出来，水肿啊，这个时候用的都是速尿。你这时候如果用这个氢氯噻嗪啊，hydrochlorothiazide 的这个就起效就太慢了哈，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分情况啊，如果你要长期使用呢，可能会用这个氢氯噻嗪或者用这个螺内酯啊，但是如果是急症啊，一般我们会用速尿作为首选啊。那么最后一个说 V 啊，大家看这张表上并没有出现 V 哈，我为什么说有个 V 呢？主要是这个 vasodilators 啊，它前面多了个 direct 啊，其实 V 主要就是 vasodilators。什么叫 vasodilators 啊？血管扩张剂。那什么是血管扩张剂啊？其实很多药都可以扩张血管，对吧？但是这一类它单独提出来叫血管扩张剂，比如说这里说的 hydrolizine 啊，这个。其实呢，我们在其他一些书上还把这个叫做，咱们心绞痛的时候啊用的这个什么硝酸甘油啊，硝酸甘油也叫做血管扩张剂啊。所以血管扩张剂呢，我们说，第一啊硝酸甘油，第二这个 hydrolizine 咱们中文翻译成叫做颈区嗪啊，颈区嗪，这就是 A B C D V 哈，5个字母。那么其中 A 呢占了4个。所以一共是8大类哈，大家这些东西呢，就是反复的看，反复的用就好记了。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记的时候，把那5个字母背下来啊，它是有规律的。A 是4个 ，ACEI 对吧 ？ARB 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还有那个阿尔法2激动剂，对吧？这就4个。然后 B 是 beta blocker，C 是 CCB 啊，钙拮抗剂。然后 D 是利尿剂，利尿剂有分为三大类，这个保钾利尿剂、排钾利尿剂和泮利尿剂。那么当然第5类就是 V 啊，血管扩张剂啊，包括主要一个颈区嗪，一个硝酸甘油啊。那么我们再看看不良反应，这个不良反应啊就。有共性有个性啊，当然，其实任何一个药，大家要知道哈，它的不良反应非常多啊，绝对不是说写的说一页只能写得下的啊。你包括药物相互作用，那就更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你要在做一些作业的时候，你可能看说让你写药物相互作用啊，反正我是觉得这种作业就是弹性太大了啊。
你写不全啊，写不全。药物相互作用，你如果要查的话，你要写全了，可能你得写半天吧啊。这个共性啊，它的不良反应我们知道，降压药它的效果就是让血压降低。那么当然它的不良反应之一就是什么低血压。那么所以在用完这个降压药以后，尤其是什么刚换药或者刚用一种新的药或者刚加了一个新的药啊降压药的时候，你要小心啊，不要出现低血压的状态。你起床啊，什么从坐的位置站起来啊，这都要缓慢啊，要缓慢。为什么？防止体位性低血压发生。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 dizziness 啊，晕啊，有点头晕。这其实就是什么？血压低了以后，脑供血不足啊，脑缺血导致的有这种头晕的感觉啊。那么当然呢，还有一些共性，咱们就不多说了，是吧？比如说好多的降压药，血压一低了以后，它会有反射性的心跳加快啊。当然不是所有，比如说贝塔受体阻滞剂它就没有，对吧？但是其他很多药，尤其像阿尔法受体阻滞剂，它就很明显。那么个性呢？我们先看最常考的一个叫做 ACEI 啊，或者叫 ACE inhibitors 啊。那么 ACEI 大家要记住，第一个就是干咳。啊，干咳为什么会有干咳呢？因为它这个，咱们说它的原理，对吧？是抑制了血管紧张素1转化为血管紧张素2啊。那么这个转化过程呢，它是需要这个酶，对吧？这个过程主要发生在肺部啊。这个所以呢，当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肺部的表现就会比较明显啊，病人就会出现干咳啊，出现干咳。那么第二个就是血管性水肿 angioedema 啊，血管性水肿或者咱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一种严重的过敏反应。血管性水肿，大家听这个词可能想不到它有多严重，但是呢，如果说你把血管性水肿和喉头水肿联系起来的话，那就知道它有多严重了，对吧？也就是说，你喉头这一块它的黏膜一水肿，血管性水肿啊，过敏反应，那直接咽喉就堵住了，这人直接就出现什么 stridor 啊，大家记得吧？咱们异常的呼吸里学过一个叫 stridor 啊，就是喉头这一块水肿以后，吸气就出现那种大的那种声音啊，这个气体就会有严重的这种阻塞啊，所以病人很可能，你要是这种抢救不及时的话，有可能就窒息了啊。那么血管性水肿是 ACEI 这种不良反应里最急最重的一个，所以大家要知道。第三个高钾血症啊，用 ACEI 以后有可能会出现高钾血症。第四个妊娠毒性啊，尤其在这个妊娠的中晚期啊，一定要小心，尽量不要用了啊 ，ACEI 要换啊，不能用这个药，它有可能导致胎儿窒息啊，畸形。那么第二个说 ARB 啊，其实 ARB 呢和 ACEI 它机制呢大致类似啊，所以它的不良反应也大致相似啊。高钾血症和妊娠毒性这俩都是重复的。当然，它出现干咳和血管性水肿的机会不是说没有，但是小很多啊，可以说忽略啊，主要就记高钾血症和妊娠毒性差不多了。第三个 beta blocker 啊，最重要的一个是心率啊，心动过缓 bradycardia。心动过缓啊，第二个就是什么？支气管痉挛 ，bronchospasm 啊 ，bronchospasm， 支气管痉挛啊。所以如果这个患有高血压的病人同时有哮喘啊，你就不要再开贝塔 blocker 了啊。你一开贝塔 blocker 啊，血压是降下来点，但是什么哮喘发作了啊？因为它气道本身它就痉挛，你再加一个贝塔 blocker， 气道再痉挛的不良反应一出现，那哮喘有可能会加重啊。然后还有一个叫 CCB 哈，我们说这个钙通道阻滞剂，对吧？那么它呢有几个不良反应，一个是周围性水肿啊，主要是肢体水肿啊，包括加重心衰、心梗和房室传导阻滞啊。那么今天呢就讲这些啊。那么这两天呢也是啊，这个一个是天气啊特别像这幅画啊，所以我就挑了这幅画，而且这个词也写得很好啊，清玉暗元夕啊，辛弃疾，而且最近在
短视频上还看到这个最近好像有个电影就是辛弃疾啊，所以就把这首词呢一块儿跟大家分享啊。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好，今天就讲到这儿，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谢谢。